Hello，大家好，我是江江，我又来用影片来跟大家分享练习的过程。那今天要分享的是什么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除了静心活动很重要，那还有就是，我在练习的时候，我会想要得到很多答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几个问题，比如说我从哪里来，为什么是来到这个家庭，或是为什么我会从事这个工作，为什么会认识这个人，为什么我对他就是很熟悉，为什么我就是很讨厌他，为什么我就是不敢吃这个，为什么不敢碰这个？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或者说，哎呀，为什么我的工作有时候会卡关呐、过不去，种种之类的，在生命上怎么会有生命呢？为什么我不是一只鸟？为什么我不是一只猪？我就是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我的脑袋里面哦，从练习的这些日子当中，其实都会有很多的问号。我是一个好奇宝宝。所以很多的问题我都会一直觉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前面提到的静心活动，我觉得，因为我很喜欢阅读，所以如果你们也喜欢阅读的话，在你进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在你阅读的文章或者是书本，甚至你在学习观看的一些影片。如果你进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有那个疑问，你心中有那个疑问的时候，可能你当下看到的文章，明明是一大篇文章，可是就偏偏有一行字，感觉它是放大的，特别要让你看到的，那个就是老天要给你的答案。我屡试不爽，真的。当我心中有一些疑惑的时候，我就会从这些文字当中突然看到一个，哎，bingo，这不就是我要的答案吗？或者是我开车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公车上面的一个广告语，那它可能就特别让我去看到它，然后就会去跟我的问题相应对，那我就说，哎，这就是我要的答案。所以在阅读的时候，还有在影片当中，我都可以得到这些讯息，我把它称为讯息，所以就是老天给我的讯息。所以你可以，去细细的观察你身边的任何，不一定是文章啦，也可能是某个物品上面的介绍文，然后它可能就是为你解答的一个小小的显现。这个是我觉得到现在啊，我觉得还是会出现在我的生活，就是它是用不同的方式做显现。当你心中有疑惑的时候，还有在我静心活动练习一段时间、一段日子，我在书中又知道，其实呢，可以给房子看电视，我觉得很妙，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这么做了。所以那时候我每天上班，那一段时间我的电视几乎都是开着的，我那时候看什么？看净空法师，就是几乎都是在净空法师，所以刚开始很不习惯他的语调，然后后来久了就习惯了。那净空法师这个影片呢，它可能有时候会重复啊，或是什么。那你们不一定要净空法师啊，我是说我自己的练习，只是跟你们分享。那很妙的是，
房子嘛，就是一直播啊。那我妈妈就会说，你为什么要电视一直开着？我就跟她说，没有，我给房子看电视啊。然后，但是我总不能跟她说，其实，我有想要给一些好朋友啊，看不见的好朋友一起来听听经啊，或是听讲啊，或是给他们进步啊。我觉得这个是一般地球人可能会觉得我疯了，所以我只能说我想给房子看电视。确实那几年都一直有给我的房子去看电视。那我觉得，我那时候没有什么领悟到，但是现在的我知道，真的就是，房子的磁场也会变得不一样。比如说那时候我住在乡下，照理讲，乡下是非常多蚊子的。我没有跟我妈妈住同一栋房子，我住旁边，说也奇怪，我住的那个地方就是没有蚊子，我不知道哎、到现在我现在住的住所也是没有蚊子，很奇怪。这是跟大家分享，或许你们给房子的听一些音乐也是可以。现在我也是会给房子听音乐，但是就不一定是净空法师了。现在有时候大部分是给他们听一些诗歌，可以感觉到，如果你给房子听诗歌啊，应该这么说，我现在可以感受到房子它开不开心。比如说我前阵子给他听诗歌，那我出门前我就会跟房子说，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就把它关掉吧。诶，可能第一天没有关掉，那我觉得他可能还可以接受。那到了第二天，我一样出门前，我跟他说，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就关掉吧。结果就关掉了，而且是电视的主机也关了，那个 MOD 的电源也关了。那我就觉得很可爱啊。然后我想说，再试一次好了，我一样放诗歌。我说，如果你不喜欢听的话，你就把它关掉吧。回来还是关掉，那我就知道他不喜欢听诗歌，只是我喜欢听诗歌，因为我觉得诗歌很美。然后呢，我会尝试不同的音乐，比如说古典乐，我也会给房子听。我会说，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听；不喜欢你就把它关掉吧。那回来还是关掉。后来我试了几个不同类型，我觉得我的房子他喜欢听，比较流行的轻音乐，他就不会关掉。我下班回来电视就还是开着，很妙吧？如果你们愿意尝试看看的话，我试到现在，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应该说经过练习，现在我可以跟房子有一点点的感应吗？我不知道我不会讲，因为已经对我来讲已经是很习惯的事情了，所以可以跟你们分享，就是你们在练习的过程啊，我觉得可以给你的住所，然后给他一点音乐，然后试着去感受一下你的房子它的感觉，如果你练习到一个程度，你是可以感受到你的房子会不会很开心不要说房子啦，就像我种的植物好了，我对它也会有讲话，我会说哇，你今天好可爱哦，谢谢你让我心情这么好。植物在接受到我的赞美的时候，它的叶子的纹路也会变得非常的漂亮。跟我学生一样种的植物，他就会说，我种的植物就没有这么漂亮我说那你要多夸奖它。所以不是只有房子，我不是只有对房子有这样子的，就是可能对他好或是对他有感情或是就是其实我是对现在的我是对万物，甚至一支铅笔、一支圆珠笔，或是手机，或是电脑，我都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尊敬，然后时时刻刻都在感谢。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想要练习
可以试着练习给房子，因为房子是你每天都要进进出出的，可以试着给房子，比如说听经啊，或者是诗歌啊，或是美好的音乐啊。那搞不好你的房子比较活泼，可以给它一点摇滚乐啊，但是要正面的哦，不要是那种批判的，因为你必须发出好的能量，你吸来的、得到的也才会是好的能量。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今天的重点就是你可以给房子听音乐，听一段时间看看你的房子会不一样哦。讲分享到这儿，拜拜，I love you。